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中单绝活哥啊，他首先是辛德拉绝活哥哈，然后也是有一些就像吸血鬼，就不你不可能一个绝活哥就只玩一个英雄，然后他吸血鬼的话，弗拉基米尔也是一个小绝活，我们看他这局是怎么去玩。吸血鬼的话也是纯大后期英雄。必须得也是跟那个什么，因为他是没有位移，所以他必须得在相位，所以其他符文的话就跟那个卡萨丁差不多，带法差不多，没有太大的区别。手又不长，如果他手长的话，还能跟辛德拉一样打线攻，或者说是吧？像发条这种可以打那个带中辅者，对面发条玩得很一般，压制没有做得特别好，有点怂的样子。其实，在没有就是吸血鬼没有那个的时候，完全可以通过平 A 去消耗对方，不至于打得那么狼狈。而且 Q 技能空的太多了。你这样子消耗下去5级的话，3级以后，其实对面的那个谁已经打不过了，3级以后就不好打，不太过了。这里等一下 Q， 回口血，有果子。就也不要打不过吧，就是没那么好处理这吸血鬼了。吸血鬼1级的话是学 Q， 然后2级学血池，避免对方是吧压等，就是压得好的话是优先等级优势嘛。对面是剑姬打野。像 Q 技能的话，比如说你想去用 E 去打消耗的话，你可以 Q 一下小兵，因为打完就是用了 Q 以后有一个移速加成啊。这里直接打一套，对方知道打架了。人马的话应该回头来打这个发条会更好一点，但没想到跑去那边打3个人去了。但伊泽瑞尔可以收掉对面，但伊泽瑞尔好像能跑掉吗？大招刮中3个，那这样的话可以收割呀，闪现过来给大招，但空了，但不影响2技能再吸一口。这个剑姬的话不要跟他打了，1技能给个减速，劝退一下，没减速。要续到一定程度才有那个。吃果子。经济上是领先对方，然后可以回去了。发条的话应该是往下路赶了，哦没有，还在中路。这里捡到个种子。恢复了一下血量，状态还是很好的。可以给大招，还是可能会被那边 A 死了，可惜
其实果断一点给大招的话，其实还有机会活的。这发条玩的也很果断。我感觉这里面可以看到，因为它是不是那种国服那种的绝活嘛，然后，就这位小绝活嘛，并不是那种非常能把所有细节都处理很好。像那波他放大招感觉有点贪，他想就打更多的输出，就大招你要是能赶紧秒掉另外一个，然后用技能去收割另外的人就好了，或者说大招拿来保命的时候，对吧？可以有更多的好，就是打出更好的一个效果。但我感觉这个有点贪。这里的话，回家是，要补那个装备，不然线上打不过，卡装备。如果那波没被杀掉的话，其实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子。两边互换资源。优势那边选择拿那个先锋，也不叫优势吧，两边都军事局。前期的吸血鬼伤害不是很理想，然后射手的话肯定就是往中路去，这样的话中一塔是必掉的了，对面会放先锋嘛。这里大招终于肯放出来了，吸血鬼是很难去守这个塔的。这兰博也很痛哦。像这时候的猫咪应该是跟打野，后期的时候就去跟那个吸血鬼就好了。这里的话，绝活哥发出了上我身的邀请，骑我身上。因为猫咪好像是这样子，现在是在谁的身上待的越久，那个争议 buff 就越强。这把其实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一个2件套以后，就开始可以在团战里面游龙了。只要不是这种呆的那种吸血鬼，其实已经可以。这里的话，外塔其实守不住了的。猴子打兰博打不过，说实话，我不是很认可。肉猴子怎么能打不过兰博呢？我只承认他们5-5开。吸血鬼带猫很就是赢面很大，说实话。就像那个卡萨丁有吸血那个带上猫咪，这赢面特别大，而且挂的越久，就像现在这种中间分发力，其实伊泽瑞尔并不太适合这种
有猫咪挂着，它并不是一个很核心的那种 AD 位置。这里的话补了一个重伤，因为队友那边只有一个重伤。这猫咪也可以做重伤。不然的话得守一下，不然一点资源都没有的话就会炸了。这种位置其实吸血鬼是很好打团的。这里上去大招给出来了，收掉第一个人头，再收一个 E 技能，但位置跑得好快啊，追都追不上。但没关系了，已经换了个人头，这边吃到一个400块的射手人头。兰博的话是现在是打不过这个吸血鬼的。对面拿了条龙，那这局的话是没有龙魂。这剑姬想法很好，那他没敢往后追，往后追的话，人马赶过来其实可以双杀的。辅助的对面辅助的话也是开始跟着剑姬了，因为希维尔并不是那种很核心的，也不是核心射手，偏功能型，偏刷子。到5件套以后是吧？能打到残局，他就是核心。能打不到残局，他开局被秒，那样就给个大招就好了，是吧？推棒过来，大招给对面的那个 C 位过来，先秒掉一个，再炸一下，再炸一手，再吸一手，有疾跑拉开，再吸一口大的。那句话，吸血鬼打完一波团，可能身上的血都不是自己的。我天，两边都这个兰博好肉啊！炸一下，吸一口，可以。那个就这杀一个人杀半天，主要是大帽没做出来。大帽做出来的话，可以了。帽子就马上到，可以拿这个大龙了，太离谱了。这里用 E 隔墙打个爆发输出上来，直接大招大中2个，秒掉这个辅助线。对面的那个中单失血跑了，可以打。对面奶妈掉点，不怕。剑姬的话应该是会过来找这个绝活哥的，直接回家吗？补个输先。可能得改出装思路了，对面护盾有点多。可能会把泯灭那个重伤给卖掉，换其他装备。猫咪做了的话，其实就够了。上来大招给到，大招的话是会增加那个。1是能回复血量，2是就是提高那个回复量，2就是那个什么能提高打出来的伤害。然后等在爆的时候，又可以给自己造成回复。猴子在这，蹲一手，猴子能扛的。直接秒掉对面的猫咪，挂上以后确实强啊！这里拉开，这个猫咪说实话玩的也很好，大招给这个
但还是扛不住。剑姬的话，破绽伤害太高了，这波浪了。这里的话，尽量别追了，如果被一波的话，有点亏了。如果被这种很容易被一波的高地的话，肯定守不了了。伊泽瑞尔应该先回家，把这个血量抬上来。还好这个护盾还有，人马在不怕，有一个算是小前排吧。这把打的超级大后期哦。对面剑姬做了这个影魔刀，哦，先做了这个峡谷制造者。那我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左下角出角，那应该是把这个卖了，改了那个破盾，选择做破盾的。这里准备龙团，但好像打的并不是很理想。这里必须得回去守了，那这样的话龙是没有了吧？龙应该是没了。剑姬偷塔好快哦，把剑姬秒了。那这样的话龙就还有，但对面打龙速度被拉扯麻了这局。打野进去，惩掉这个龙，1打3，对面的输出能力，我这里秒掉对面中单，再把这兰博收掉吗？但追不上，对面交闪现隔墙。随着法强的增加，那个吸血鬼的血量是会越来越高的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来上高地找对面的射手，射手秒掉了。但这样打有点浪了，猴子被烫死。猫咪怎么下来了？我感觉这猫咪有时候该下，到了后期其实不差它那点盾，没必要下来的这猫咪。前期还说啊玩细节可以说下来然后再飞回去，但其实后期不需要这样子。对面护盾太多了，这里准备做破盾。这里的话让猴子去带线，其实让人马带线都更好一点。猴子的话可以多扛一下，但猴子不好去切后排，人马更好切嘛。大爷直接快死了，那这个先锋这个远古龙团都不好打了我，3个野。拉扯，把远古龙拉过来了，对面直接金身，那金身没了，人马可以冲进去，但反倒是被秒了吗？我去，远古龙是谁的？对面，赶紧撤，这里不回家的话，家可能要没了。
兰博的话扛不住这伤害的，极限的操作。没有位移技能，没那么好打。被发现了。两边都6神装了，说实话，打到现在，就看下一波团对面保命技能太多了，对面剑姬有复活甲了，那这样的话更不好打了。哦，剑姬，对面剑姬玩的也很好，很凶啊。河道蟹拿到的话，可以利用地形来找事做事情。剑姬吃到了 AOE， 回头帮忙打。这里的话，对面射手给机会吗？啊，收掉了。还好，这吸血鬼的吸血能力太强了。猫咪配合吸血鬼。只能打反手了，这边扛不住对面的那个伤害炸轰炸。这里大块好了，有机会的。诶，可以，这样的话上来骗一下技能，给个大招，血池，猫咪上身吗？哎呀，猫咪，那这样的话这条龙没了。猫咪在的话，其实已经可以尝试1打那个1打4、2打4，可惜猫咪来的太慢了。10几秒的话，不知道能不能撑下来。我这里金身规避了伤害，那这样的话还有机会。猴子很点，可以。那这样复活的话，啊，否极泰来，可以翻了，好像可以翻了。哦，这里的话找到对面的，哎，对面叫闪。没机会，嘿嘿。远古龙，等下一波远古龙吧。这条大龙的话没机会了。可能还得等这波远古龙。远古龙的话，对面刀剑姬也复活了，猴子回去。猴子跟打野都回去了，没人去清上路线，自己这边就不能回了。随时得注意对面偷家的，对面估计也没想着偷吧，想着正面团，这波关键团了，这波输掉的话就没机会再那个了，胜负团就在此了。哦，这里推棒上来，给到一个满大。对面阵容被打散了，拉扯开，再接控制，对面剑姬无力回天，对面直接投降，
这就是吸血鬼的后期嘛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。